今天继续讲解的是中国422位皇帝中的第3位皇帝汉高祖刘邦。有人说刘邦的命运是从鸿门宴开始的，在此之前他不务正业，带兵打仗屡战屡败，在此之后他浴火重生，调兵遣将逐鹿称雄，从一介平民手提3尺剑心怀凌云志，3年亡秦，4年灭楚，仅用7年时间成为天下之主。刘邦的每一步都如同在鸿门宴的中艰难前行，稍有差池便会万劫不复。公元前256年，刘邦出生在沛郡丰邑，他生来便具不凡之相，其高挺的鼻梁如龙首昂然，左腿72颗黑痣暗合天罡地煞之术，这些异象在谶纬盛行的秦汉之际，是注定成为天命所归的象征。成年后的刘邦，在父亲眼中，他是游手好闲不务正业的流氓，在乡亲们眼中，他是个不知上进的穷小子。其实刘邦心中有着自己的追求，他的偶像便是切符救赵的魏国公子信陵君魏无忌，渴望学习是为知己者死的豪迈气概。然而命运弄人，当他前往魏国时，信陵君已去世多年。机缘巧合之下，信陵君的门客张耳正在招纳贤士，刘邦便投入其门下，与其结下子深厚的情谊。张耳延续了信陵君养士3000的遗风，门下汇聚了6国遗老旧策，刘邦在此学会了驭人之术。公元前225年，魏国被秦国所灭，张耳解散了门客，刘邦被迫回到沛县家乡。2年后，秦国灭掉楚国，将楚国旧郡改设为泗水郡，刘邦所在的沛县便在其管辖范围内。公元前223年，时年33岁的刘邦通过考核，当上了沛县泗水亭长。在任时，刘邦靠着亭长身份广交当地权贵和志同道合的伙伴，在秦末乱世的泗水亭的把酒言欢中，与萧和樊哙等人组成了足以改变历史的团队。公元前222年，吕公在山东老家得罪人，于是举家搬到沛县躲避仇敌。在给吕公接风的宴会上，刘邦一句贺万钱，成功引起了吕公注意。一番交谈后，吕公很欣赏刘邦，就把宝贝女儿吕雉许配给了他。活了快半辈子的刘邦，终于娶到了人生中第一个妻子。公元前212年，刘邦押送犯人去咸阳，路上正巧碰上秦始皇出行，看着秦始皇坐在巡游马车里，威风凛凛，刘邦忍不住感叹：大丈夫就该像这样。估计他自己都想不到，多年后，这句随口一说的话竟成了现实。公元前210年，秦始皇嬴政在沙丘病逝，秦二世胡亥即位。胡亥登基后，昏庸无能，为图享乐，横征暴敛，并大肆征发百姓，继续修建阿房宫等浩大工程。公元前209年，身为泗水亭长的刘邦，负责押送刑徒去骊山。在押送刑徒前往骊山的途中，大部分刑徒趁刘邦喝醉后逃跑，为避免被追究责任，刘邦逃到芒砀山，并再次发动了斩蛇起义。之后，刘邦和萧何里应外合，带兵打下沛县，杀了欺压百姓的县令。紧接着，在萧何等人的推举下，刘邦被奉为沛公，这个称呼也成了他的专属。与此同时，项羽叔侄也打着楚国的旗号，在吴中起兵。公元前208年，刘邦遇到了改变他一生的谋士张良。张良建议让刘邦借楚王室的旗号，聚拢民心。刘邦认为张良提出的计划切实可行，便率部归附项梁。在项梁军中，刘邦结识了项羽，两人的命运自此交织。之后，刘邦随楚军与秦军交战，随着战况逐渐向好，项梁渐渐地放松了警惕。公元前208年，楚军在定陶县遭遇秦军主力伏击，项梁兵败身亡，楚王趁机夺走了项羽的军权。与此同时，击败项梁的章邯率军北上攻赵，赵王先向楚国求救。为分散秦军兵力，楚怀王派刘邦率西路军直接攻秦，派宋义为主将，项羽为副将的北路军救赵，还约定先入关中者为关中王。但令刘邦意想不到的是，项羽在行军途中发动兵变，斩杀宋义，掌控了楚军主力的指挥权。随后在巨鹿之战中，项羽率楚军破釜沉舟，以3万兵力大破20万秦军，确立丁在起义军中的领导地位。此时，刘邦率领的西路军也一路高歌猛进，在张良避实击虚奇袭小关的计谋下，抢先一步进入关中。公元前207年，刘邦攻入咸阳，秦王子婴献上玉玺投降，秦朝就此灭亡。刘邦进入咸阳后，没有烧杀抢掠，而是和关中百姓约法3章，废除秦朝的严苛法律。
他用这种方式给了秦朝最后的体面，也赢得了百姓的支持和拥护。同年12月，项羽抵达关中，其谋士范增看到刘邦有帝王之相，建议项羽尽早将其消灭。项伯得知范增的图谋后，连夜前往刘邦军营，让恩人张良尽快逃亡。张良急忙告诉刘邦，刘邦闻讯后大惊，立刻请项伯入帐与他结为亲家，并求他帮忙调解，并承诺第2天前往鸿门会见项羽，解释误会。鸿门宴当日，刘邦示弱求和，化解了项羽的怨恨，加之樊哙的相助，才安然逃脱。鸿门宴之后，项羽建立了西楚政权，自称西楚霸王，吉祥物楚怀王被尊为义帝，最后被项羽杀害。随后项羽按照自己的喜好，将各路将军分封为19路诸侯王，这为后面的混乱埋下了祸根。公元前206年，被封为汉王的刘邦领兵进入汉中，并烧毁栈道，表示自己没有东出的意图。不久之后，齐国的田荣对分封不满，篡位自立。项羽得知后，派兵进行镇压。刘邦趁机采用韩信明修栈道、暗度陈仓的计策，迅速击败了章邯大军，重返关中。接着，刘邦以给楚怀王发丧为由，联络诸侯，公开声讨项羽，拉开了4年楚汉相争的序幕。公元前205年，刘邦趁项羽围困齐国的机会，率领诸侯联军56万，一举攻占了西楚的国都彭城。这短暂的胜利让刘邦得意忘形，天天和诸侯们喝酒庆祝。项羽听到彭城失守后大怒，随即率领3万之师击溃了联军56万之众。刘邦大败，只带着几十人狼狈逃走。以汉为首的反楚联盟就此瓦解。刘邦到达荣阳后，一路收拢败兵，还派遣韩信阻击项羽的追兵，并依托关中地势和蜀地的资源，与项羽展开了长期抗争。公元前205年，项羽出兵围困荥阳，刘邦让人装扮成自己的模样去楚军诈降，趁机逃出荥阳。公元前204年，韩信在渭水之战中歼灭齐楚联军，并派灌婴领军直奔彭城，对项羽形成包围之势。项羽见此情形，被迫与刘邦签订条约，以鸿沟为界，平分天下，东归楚，西归汉。公元前203年，项羽按照盟约退兵，但张良认为这是消灭项羽的大好时机，不能放虎归山，于是刘邦决定出兵追击楚军。公元前202年1月，刘邦承诺给韩信、彭越等诸侯封赏，拉他们一起出兵，和楚军在垓下决战。汉军以韩信为主将，采用诱敌深入战术，将楚军和项羽的前军分开，楚军大败。接着，韩信又让汉军夜里唱起楚地的歌谣，导致楚军思乡厌战，军心瓦解，再无一战之力。项羽见大势已去，带着800精锐骑兵突围，逃到乌江时，身边只剩下28人。最终，项羽以无颜见江东父老为由，拒绝渡过乌江，自刎身亡。自此，刘邦历经7年的征战，君临天下，因被封为汉王，封地又在汉中，而且汉又代表天和，有浩瀚广大之意，所以定国号为汉，史称西汉。从这一刻起，这个汉字便与华夏大地的命运紧紧交织在一起。刘邦登基后，分封了韩信、彭越等7位异姓诸侯王，巩固汉初局势。面对久经战乱、经济衰败的社会情况，他采用道家无为而治的思想，给予百姓休养生息的空间，并下令释放奴婢，增加农业劳动力，允许百姓开垦无主荒地，同时减轻赋税和徭役，使西汉初期的社会经济开始稳步恢复。公元前200年，白登之围爆发，侥幸活命的刘邦意识到异姓诸侯对政权的稳定存在威胁，于是刘邦决定消除异姓诸侯网。公元前195年，经过5年努力，刘邦先后消灭了韩信等异姓诸侯，使各大封国转入刘氏宗亲手中。同年3月，时年61岁的刘邦发起了历史上著名的白马之盟，与列侯诸将共同订立盟约，约定非刘氏而亡者，天下共击之。同年6月，刘邦因年事已高，身体每况愈下，不久之后在长乐宫驾崩。下一集我们继续来讲中国的第4位皇帝，汉惠帝刘盈。